永别了，宋二成。小刚啊，少爷，不能惯着他，他今天敢偷东西，明天就敢跟你争家产。肯定是有什么误会。无论如何，我也不会让他一个人待在外面。他这是苦肉计，他在外面受不了了，自己就会回来的。放心吧，啊，回去吧，啊，没关系的。爸爸，我们为什么还要搬家？我们已经换了3座城市了。干我们这行的，最怕被人盯上，必须要打一枪换个地方。爸爸，我不想当小偷，我想去上学。小偷的儿子只能干小偷，没有别的选择。不想挨揍的话，以后这种话别提了。爸爸小心！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？我饿，你们有吃的吗？有，我马上拿给你。蠢货，这小子一看就是来碰瓷的。我不是，我已经5天没有吃过饭了。慢慢吃，车上还有。小子，你一个人在外面多危险！你家里人在哪儿？我没有家人。假如我收养他，把他培养成小偷为我做脏活，我不就多了一个摇钱树了吗？小子，我可以收留你，给你吃，给你住，但是你必须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不瞒你说，我们是做小偷的，靠偷东西为生。我收留你，你必须要为我做事，怎么样？你要慎重考虑，答应了就没有回头路了。你这个小偷！既然我曾经的哥哥都说我是个小偷，那我就当个小偷给他看。我同意。上车。今天正好是你离家出走的日子，整整12年了。小刚，你到底在哪？妈，宋立晨，啊，不，卢卡斯先生，你这次回国时差倒过来了吗？当然了，你再快就别担心了。想当初小刚离家出走之后，你又回到了以前消沉的状态。心理医生建议我给你换一个新的环境，于是呢，我卖掉了公司和房子，带你出国。你后来以卢卡斯的身份，打造了一个顶级跨国公司，甚至超过你爸当年的辉煌。虎父无犬子嘛。我好想你爸爸，我也好想小刚。我一直有安排人在国内寻找他的踪迹，但是一直都杳无音信，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。阿姨，你不要难过了，小刚肯定也不想看到你难过的呀。娜娜，你真是个善良的姑娘，卢卡斯有你这样的未婚妻，是他的福气。当然，她可是小刚的姐姐，当然优秀。这一家人真好骗。爸爸，真的要冒充小刚的姐姐吗？可是他根本没有姐姐，我冒充他很容易被拆穿的。怕什么？他自幼父母双亡，当年的孤儿院长也去世了，根本没有人能证明他的身世。而且我在宋家整整照顾了小刚1年，对他的行为是了如指掌。即使宋立晨问起什么细节，你也能对答如流。可我真的要这么做吗？自从宋母发现我诬陷小刚之后，我就被整个行业轰杀了。幸亏他没有发现他早我也受害死的，要不然今天你就见不到我了。这么多年，我的积蓄也花光了。女儿啊，你是爸爸最后的希望了。只要你开口，
宋瑞辰肯定会因为对小刚的亏欠而跟你结婚，婚后你再转移走他的财产，我们东山在一起，指日可待。好了，妈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哎，先生你好，我是附近的男大学生，可以采访你几个问题吗？问吧。啊，你对环保有什么看法？针对环保这个问题，我有很多话想要说的。等一下，先生，我调试一下设备啊。好，感谢你抽出宝贵的时间为我们的学业做贡献。现在男大学生还怪友善的呢。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偷东西，我得过去看清楚那两小偷长什么样子，看我怎么治他们。哎，卢卡斯，我已经跟医院预约好了，你就别多管闲事儿了。好，宝贝，听你的。司机，出发。好嘞。虽然我们从没上过大学，但演起大学生来还像模像样的。告诉你个秘密，我马上要成为真的大学生了。这话怎么说？我考上了爱丽斯顿商学院，那可是全国最顶尖的商学院。这事儿，你告诉龙叔了吗？还没有。你也知道，我爸不让咱俩上学，我自学和考试都是瞒着他的。那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，我的眼睛进了棵草。你别动，我给你吹吹。现在舒服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哥哥，买朵玫瑰吧。小朋友，哥哥不喜欢玫瑰。你们帮帮我吧，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。你就不怕他和我们一样是骗子吗？看到他，我就好像看到了小时候的你，即使被骗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小朋友，拿着这1000去吃点好的吧。谢谢哥哥。不用不用。那只好都给你了。站住！今天的收获呢？哼，就500块钱和一个破戒指，每次出去就带这么点钱回来。我的赌债什么时候能还清？龙叔，你一开始就不该赌博。张一刚，老子做什么还轮不到你来指教。我当初就不该把你留下，应该让你在街上饿死。好了好了，关于钱的事儿，我会努力再努力的。我猜你是努力想办法糊弄老子吧？跪下！今天早上我去你房间检查你有没有私房钱，结果钱没找到，却发现了一个好东西。